喂，大哥，这俩里喂，大哥，大哥，是我。梁先生，我是不是做梦了？脉跳得这么快？司令，您可吓死我们了！您在梦里一直在喊老司令。原来是梦啊！我刚才梦见俄国人，说是他们开的枪。原来不是梦啊！司令，刚才穆小姐来电话了，告诉她我有事，不让任何人打扰。可是穆公馆还在筹备你们的婚礼啊，那他打电话过来就是……让我休息一会儿，你们先出去吧。司令，出去！走吧。廖先生，那个洋鬼子到底和司令说了什么？你们司令遇到了他这辈子最大的坎儿了。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廖先生？司令从穆家回来就一直不对劲儿。还是别问了，他想说的话，自然会告诉你们。好啦，真好看，穆小姐，这套婚纱好适合你啊。哦，不过这个腰可以再紧1寸，会显得线条更好。好。顾小姐，你们公司有没有男演员和玄灵身高相仿？啊？为什么问这个啊？再过2天你就是司令夫人了，还追男明星啊？我哪里追什么男明星？只是今天要试礼服，但是玄灵人也不知道去哪儿了。还有这个，打电话到司令部也没有人接，我就想找人替他试一试。奇怪了，小叔叔答应的事情从来都不失约的。是啊，以前徐伯君天天盯着，坐在火药桶上也不失约，也不知道现在怎么了。没事，你先别多想，也许他临时有事耽搁了呢。耽搁了倒不怕，我就怕他有事瞒着我。那你怎么不去问他呢？他说让我无条件相信他，我要是追问他，倒是显得我小题大做了。要不，还有这里，我替你去找找他，看看他到底在忙什么。也好，你替我去问问他，是不是碰到什么不开心的事情了？好，
通常小叔叔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在司令部睡大觉，就是在靶场打枪。我去看看吧。别着急啊。顾小姐，苏少少回来了，在门口找您。他回上海了？那我先去了。你回来了。干嘛冲我敬军礼？我现在也是上过战场，见过生死的军人了，给我喜欢的女人敬个礼，不犯法吧？你什么时候回来的？你没受伤吧？怎么？担心我？报纸上都登了，说你苏少帅一个人单枪匹马闯进军营，替裴许两家调停。看不出来啊，你还挺有本事的嘛。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公子哥吗？这叫不鸣则已，一鸣惊人。还一鸣惊人呢？我看你是吓人。这战场上枪弹无眼，要是有个万一……没有万一。我说过的，我最珍贵的东西都在这里，我一定会回来的。原来你是回来取东西的，我今天忘带了，下次来给你吧。不取，就一辈子都留在这里，好不好？我还有要紧的事，我先走了。哎，你还没回答我呢，我今天晚上在你家楼下等你，记得给我答复。司令，你休息会儿吧，都打了几百发了。双儿小姐，你快劝劝司令吧，我怎么说都不听。好。去司令部找你，问谁都不知道你去哪儿了。我一猜就是在靶场。怎么样？虽然只是小时候和你南征北战时摸过枪，但是这么多年不打，我这准头还不错吧？哎，小叔叔，你等一下。你和穆小姐之间到底怎么了？都要结婚了，你们到底在闹什么别扭啊？她还好吗？当然不好，她还以为你故意躲着她呢。本来女孩子嫁人的时候就容易敏感，你还这样对她，她心里能好受吗？双儿，你说，算了，你帮不了我。哎，司令。你刚才闷头打靶，现在又闷头喝酒，你倒是和我说句话呀，小叔叔。我不知道该怎么说。这么多年，我还没见你喝这么多过，这到底发生什么事了，让你难成这样啊？
双儿，你知道这个混老天干什么了吗？他给你一块蛋糕，却掺杂着砒霜。你说，我吃还是不吃？什么一块蛋糕一口砒霜的，什么意思啊？小心，慢点，慢点啊，小心台阶。通常小叔叔心情不好的时候，不是在司令部睡大觉，就是在靶场打枪。我去看看吧。备车去司令部。我知道你难受，可是万晴，我心里也难受，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你。我本来以为我们之间不管遇到什么问题，都能一起解决。小叔叔，你醉了。哎，我想过无数种可能，不管不顾的去跟你在一起，但是我每次想到这儿，我的心就很难过。小叔叔，从小到大，你都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是我所有的牵挂。以前我真的想过，这辈子
就这么不远不近的陪在你身边。不过你现在有了穆小姐，我还是第一次见你为一个女孩喝醉成这个样子。你对她的感情一定很深吧？你们两个呢，很般配。你以后一定要好好对她。双儿小姐，苏少帅来了，在下面吵着要见你。哦，好，我马上下去。对不起啊，晚上你约我的事，我给忙忘了。你跟我说今天下午有事要忙，就是陪那个姓谭的花天酒地、醉生梦死是吗？你说什么呢？我小叔叔不是这种人，我也不是这种人。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吗？跟我一样？他配吗？我至少不可能要在结婚的时候和别的女人纠缠不清，更不可能不顾及你的名誉，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我和小叔叔是一家人，是亲人，我们没有你想的那么龌龊。一家人，一个姓谭，一个姓顾，你告诉我是一家人？来，你现在就把那个姓谭的给我叫下来！我倒要问问他，马上就要和穆婉清结婚了，为什么要招惹我苏红琛的女人？你给我下来！不，哎，那个，谁是你的女人了？你自己认的，我可没认啊。报也报了，坠子也收了，你现在跟我说不认？报是你要报的，坠子也是你塞给我的，我凭什么要认？你就那么离不开那个谭玄龄是吧？我一片真心，你当成驴肝肺，愿意跟他这个有妇之夫暧昧不清？你来的正好，我告诉你啊，赶紧去管管你家那个沾花惹草的未婚夫。双儿小姐，司令这次真是喝多了，连胆汁都吐出来了。没事，我来照顾他吧。嗯。小叔叔，你醒了。哎，穆小姐，那个我们司令已经睡了，你有什么事儿明天再说吧。哎，穆小姐，哎，穆小姐，穆小姐，小叔叔他喝多了。顾小姐，真是麻烦你了，你先回去休息吧，我来照顾他。哦，好。哎，你留下来。啊，
小叔叔，我来都来了，你还麻烦人家顾小姐干什么？谭四，在，送他回去。是。我不回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不然你不会对我这个样子的。我没事，你想多了。那天你在我家里突然就走了，之后市里服又失约，现在又喝成这个样子，你还非要顾小姐留下来照顾你。双儿是我的家人。难道只有你能不眠不休地照顾你青梅竹马的徐光耀，就不能我亲手养大的双儿照顾我吗？所以你是在和我翻旧账吗？没有，穆小姐，小叔叔他喝醉了，说胡话呢。我没翻旧账，实话实说。你记不记得我们之前约法3章的第1条是什么？好，你不说，我说。第1条就是，既然互相合作，就要彼此信任。信任个屁！你半夜闯到我办公室来，不就是不信任我？我没有不信任你，我是真的想留下来照顾你。如果你一定要顾小姐留下，可以，我可以走，但你得告诉我理由啊。所以你是不打算告诉我实话了，是吗？你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信任是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依然选择相信对方。所以这一次，我还是相信你。我相信你突然的冷淡是有原因的。但如果我们还有机会成为夫妻，我希望你能让我看到你的一切。顾小姐，那就有劳了。我。小叔叔，你干嘛呀？你们之间到底怎么了？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你为什么要那样说？你别这样折磨自己了。双儿，你知道吗？我原本以为不信命的，我觉得我做什么都没有问题，什么都难不倒我。但是现在，你走吧，我睡了。那你好好休息。穆小姐，你怎么一个人出来了？顾小姐呢？顾小姐要照顾谭司令，恐怕没有时间见你。
穆婉清，你有没有搞错？他谭玄龄还没跟你结婚呢，这就敢吃着碗里看着锅里了？你就这么惯着他？顾小姐和谭司令是亲人，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完了完了，你是彻底被那个谭玄龄给洗脑了吧？我和谭司令之间更用不着你来说三道四。穆婉清，你怎么这么不识好人心呢？谭玄龄他什么人？他是一个马匪土包子，你一个弱女子能拿捏得住吗？你当初为了他拒绝了光耀，现在他原形毕露，你不仅自作自受，还连累了我。要是顾小姐对你有意，会用我来连累你吗？你不可理喻。他这么做肯定是有他的原因，你放心，他们俩之间不会有事。这叫没事？孤男寡女共处一室。我说没事就是没事，我有这个自信，难道你没有吗？自信，我当然是有的。那就赶紧回去，别把事情闹大，否则你和顾小姐更没有戏。不可理喻！开车。你说我是你的女人，我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大小姐回来了。你没事早点下去休息吧。哎，夜深了，你也早点歇着吧。穆管家，那天谭司令有没有说什么？谭司令也没说什么，就是一直在看照片。不过他问了2句照片的事。你把他那天看的相册全部给我。哎，谭司令看的是哪本相册？是这本。他看的哪张照片？就是老爷年轻时押货时的一张照片，是和洋人一起拍的。就是这张。什么事啊？啊，督军相了。山下先生传来的电报说，谭玄龄跟革命党有过密切接触，近期会帮他们中转一批军火到广州。消息可靠？山下先生在理查饭店安插的眼线，消息千真万确。这可是通敌大罪，让北京政府知道了，死罪难逃。哼，谭玄龄呐，你可真是自作孽不可活。大小姐，顾小姐来了。顾小姐，快过来。
穆小姐，我今天去找小叔叔，看他实在心情不好，就陪他喝了几杯。你别怪我啊。我怎么会怪你呢？我谢谢你都来不及。要不是你陪着他，他一个人喝酒，我也放心不下。真的？你不怪我就好了。哦，对了，我刚刚问了谭四，他说这2天小叔叔经常和一位姓廖的先生见面。你说这几天他这么反常，会不会和这位廖先生有关啊？廖先生？在这尔虞我诈、血雨腥风的年代，会把我们每个人都裹在其中。倾巢之下焉有完卵？没有谁能够独善其身。是他？你认识他？顾小姐，这个廖先生的身份呢，非同寻常，你一定不要掺和他的事，也不要去打听。可是，听我的，知道了吗？哦，妈，玄灵今天不知道怎么了，突然对我的态度就变了。你说这男人是不是就是这么善变，就是这么让人琢磨不透啊？你曾经告诉过我，真正的信任是在彼此看不到的地方依然选择相信对方，所以这一次我还是相信你。司令，廖先生到了。廖先生，玄林，那批货已经过青岛了，3天之内就应该到上海。我会安排的。那你跟穆小姐的事情，我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她。那穆姑娘当时只是个孩子，就算穆志远做了什么错事，那跟她也没关系呀。这既然你们这么相爱，那为什么不让父辈的恩怨到此为止呢？我不是没有想过，但一辈子这么长，我如果不管不顾的就娶了她，这根刺会一直横在我们中间。我怕我会伤害她。我答应过她，我这一辈子要爱她，保护她。如果我做不到，我不能娶她。廖先生，能不能帮我一个忙？你说。我想让您帮我找一下谢尔盖洋枪队当年的队员，因为这件事对我太重要了，我不敢相信他的一面之词。你放心，只要这帮人还活着，我一个不少的给你找来。婉婷来了。婉清，坐。怎么样，都安顿好了吗？都挺好的。谭司令给我找的公寓也不错，生活也很便利。那就好，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说。哎，对了，这个是我从香港给你带的杏仁饼，我上次忘记拿了，这回也带给你和谭司令尝一尝。谢谢婉婷，有心了。哎，谭司令呢？他还没有搬过来。我们两个这不还没有成婚吗？他要是现在就搬进来，难免人家说闲话。怎么，你找他有事啊？没事儿，
就是他帮我这么大忙，也想当面谢谢他。哎，你们的婚期定了吗？我还给你们提前准备贺礼啊。快了，但是最近他忙，得等他忙完以后再定。也是，现在全上海都归他管了，忙点也正常。好了，不要总说我们两个了，说说你啊，什么时候回香港？我呢，在香港的生活也不太适应，所以还是想回到上海来。留在上海，那有什么打算？婉清，你要是愿意的话，看看能不能在穆家的商会或者码头，给我一份工作。我不怕苦，也不怕累的，只要能让我自食其力就行。我在华商总会倒是缺一个秘书，你对穆家熟悉，脸面上也过得去，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真的吗？那太好了。不过我有言在先啊，我只能给你市场上的薪水，而且你只做秘书的工作，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当然了，你要是不愿意的话，我也不勉强。我愿意，我愿意。婉清，太谢谢你了。没事。约瑟夫先生打来电话，说在理查饭店已经订好了包厢。徐伯君一下野，这帮租界的洋人对咱们还真是客气了，就连沪上的老板都开始巴结咱们了。没什么好得意的，墙头草罢了。小叔叔，你怎么来了？你这是要去哪儿？头不疼了？不疼了，我要去租界跟洋人谈点事。哦，我还给你炖了汤呢。放这儿吧，我回来喝。哎，你是又要去找那个费安顿吗？这回不是费安顿，是犹太商人约瑟夫。约瑟夫我认识啊，我马上要上映的新电影《春闺梦里人》有他的投资，要不我陪你去吧？你不是不喜欢和洋人谈事吗？这不有你在吗？他们又占不了我便宜。我警告你啊，这事跟你没关系，别掺和。怎么没关系了？我还想下个戏他给我投点钱呢。现在局势不稳，我们公司老板全家都要迁往香港了，对电影也不上心，这估计以后都指望不上了。也行，那你就跟我去。如果别人问起来，你就说我帮你约了约瑟夫，谈电影投资的事。真的？好，走吧。走。谭司令带着顾小姐去了理查饭店。理查饭店，他是去见费安顿的吗？我派人去打听了一下，包厢是约瑟夫订的。约瑟夫。你们先出去吧。穆婉清那边怎么样？穆婉婷已经去穆家试探过了。谭玄林这几天一直都没有露面，他们的婚期也迟迟的定不下来。而就在前几天，穆志远头七的时候，谭玄林还当着穆婉婷的面说要尽快的完婚。可见谭玄林对穆婉清已经是起了戒心了。有谢尔盖的证词，由不得他不信。幸亏你提前一步找到了谢尔盖，花重金收买了他，极具编造的事实就让谭玄林和穆婉清反目成仇，这真的是4两拨千斤呐！我和谢尔盖早就交过手，算是老冤家了。当年在江浦相遇，他就认出了我。要不是我急着赶着去追杀谭子尧，他
早就成了我的枪下鬼了。如今留他一命，谁想就用上了。可是这个谢尔盖，他贪财无度，就怕事成之后，他还会拿此事来向我们勒索。事成之后，他那条命还有必要留吗？属下明白。对了，今天谭玄林带着顾月霜去拜见了犹太商人约瑟夫，说是要替他的电影拉赞助。可我觉得，多半是让约瑟夫给他们提供码头和仓库，用来中转这批军火。很好。谭玄林宁愿冒着风险，在租界码头中转，也不肯让穆晚清参与。看来，他们的确是貌合神离了。租界码头可不是谭玄林一人说了算，他不可能瞒天过海。你带人给我查清楚这一批军火到码头的具体时间和仓库位置，我们才好动手。嘿。这约瑟夫也是个铁公鸡，说投资我的电影，却拿一批滞销的体育器材来充数。不就是体育器材吗？我全要了，正好给咱们民团的兄弟活动活动筋骨。哎，小叔叔，你刚问约瑟夫借码头的仓库干嘛呀？你要做生意吗？帮一个朋友。是那个廖先生吗？不该问的别问。哦。司令，我们后面好像有个小尾巴。看来徐伯钧的人清除的不够彻底嘛，正好借此机会一网打尽。您好。您好，我是日升公司的，我需要一间外滩码头的仓库。听说贵公司有空置的仓库对外出租，不知道可不可以租给我？抱歉，先生，我们这几天的仓库都预订完了。现在也不是旺季，怎么会这么的紧俏？您可以看一下我们的预约登记，确实是没有空余的仓库了。接一下，来，别住了。司令，来，小心点啊！来，来，我是上海司令谭玄林，有什么事吗？谭司令，有人举报你这批货物里有违禁品，请接受检查。这里怎么能有违禁品？违禁品？证据呢？谭司令，为了租界安全，请你配合检查。好看吗？带走。是。走。这我配不配合有什么区别？Open this case. 你们干什么？放开我！放开我！
该查的都查了，违禁品呢？我向你道歉，我们太唐突了，都有得罪。算了，你们也是为了租界的安全考虑。不过下次要再有人说我私藏什么违禁品，那就是恶作剧了，别理会就是。以后我们肯定会确定真实性。麻烦了。Let's go。司令，怎么样？想的没错，果然冒出了不少漏网之鱼，少说也抓了10几个。廖先生的船2天后才到，司令虚晃一枪，就炸出这么多奸细。我们被抓了多少人？基本上，我们安排盯着谭玄林的人，都被抓了。哼哼，抓几个小喽啰而已，让他们放松放松警惕也是值得的。谭玄林虚晃一枪，想与我们上钩，可没想到，这一切都在会长的预料之中。我上战场的时候，他还是个穿着开裆裤的娃娃，想跟我斗，哼，他还嫩了点儿。顾小姐，顾小姐，这是怎么了？老板全家都跑路了，还把公司账上的钱全都卷走了，要账的人全都找上门来了，片酬也泡汤了。你说什么？怎么会这样？这公司也有我的一份，他怎么能说走就走呢？哎，在那儿，顾小姐，走走走，顾小姐，大华电影公司的老板欠了我们好几部电影的钱。对呀，这老板跑了，您是股东，你们老板欠钱，你来结一下吧。现在没还，说是周转用，他跑了，应该你来还吧。各位老板，我只是挂名股东，公司事务我从来都不参与，债务也和我没有关系，我也和你们一样是受害者，我也被欠了片酬。顾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您是大华公司的招牌。我们是冲着您的面子才1分钱没拿，再放你们的片子。对啊，怎么能说跟您没关系呢？就是现在翻脸不认人的。对呀，不认账啊！各位，你们冷静一点。我们怎么冷静啊？还钱！不还钱你还丢脸了是吧？冷静一点，你们，哎，你还了，把钱还给我们！他今天要是不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所有影院共同抵制他这部片子。你们凭什么撤我的电影？你们还讲不讲理了？我早就不讲理了！你欠我们钱，你还给我们！你去还钱！喂，帮我接司令部。后天中午12点传到上海，你安排好了吗？我们在哪个码头靠岸？从安全上来讲，穆家码头有你的民团驻守，肯定是万无一失。不能用穆家码头。既然是英国的货轮，就外滩码头吧。这外滩码头属于租界，你的兵进不去，安全吗？这远东最大的商人约瑟夫在外滩码头有10几个泊位，而且自从上次他被卷入庆功宴刺杀之后，我派我民团的兄弟保护他，他应该会给我这个面子。我明白你的心思，可是现在全上海都以为你要跟穆小姐结婚，这如果不用穆家码头，难免会令人怀疑的。约瑟夫已经答应把码头借给我，我自有安排。不。喂，司令，顾小姐出事了。告诉你啊，把钱还了，赶快还钱！我再说一遍，这件事情跟我没有关系。哎，耍赖是吧？你别以为你是大明星就了不起啊！说到底，你就是个不入流的戏子，真把自己当少奶奶了你！一个拍戏的能傍上谭司令，还不是男女之间见不得光那点事儿啊！啊！不是吗？我看谁敢在这撒野啊！各位，可都是上海滩有头有脸的人，为什么要为难一个弱女子？不觉得有点不要脸吗？谭司令，那大华公司欠我们的钱怎么办呢？我们影院也有员工要养，我们这些人也是要吃饭的呀。是啊，大华欠我们钱的老板跑了，他是大华的股东，我们不找他找谁啊？对，反正今天账不结清，我们是不会放他的新片的。对。好啊，今天不还钱不行，必须还钱。对，你们不就是要钱吗？只要我把你们的债给还清了，就没什么问题了，对吧？还钱，行了。我谭玄林
以上海司令的名义在向你们担保，大华公司欠你们的钱，由穆家商会承担。只不过我有一个条件，必须要放他的电影。那谭司令此话当真？如果你不相信，可以去穆家商会求证啊。哎，谭司令，怎么回事？哎，玄林。这是，我是来交代你件事的。大华电影公司的老板跑了，欠了各家电影院一笔钱，双儿的新片也要上了，必须先把欠款结清。人我带来了，你安排一下。我安排什么？这件事情好像和我穆家商会没有关系吧？是，本来没有关系，但是我答应了各位老板，大华公司欠的钱由穆家商会承担。凭什么？没有凭什么，我只是来通知你的。有钱也不能乱花，我问的是为什么要我来还？因为双儿的新戏要上了，不还钱就上不了，你明白了吗？我不是不支持顾小姐的电影，只是这件事情真的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我不管其他的，我就问你能不能快点。你有没有想过，我要是这次给了钱，那大华公司其他债务怎么办？他的员工是不是都要来找我？他其他债主是不是也要来找我？这个口我真的开不了。我懂了，在穆家，我说了不算，对吗？你能不能讲点道理？讲道理。我上海堂堂的司令，做不了你穆家的主吗？真当我吃软饭的了？讲道理。我上海堂堂的司令，做不了你穆家的主吗？真当我吃软饭的了？雪莲，好，老子不求你，老子有别的办法。你干嘛呀？吃枪药了？双儿，你放心，你的新片一定会准时上映。他穆家不帮你，有的是人愿意帮你。各位老板，我以司令部的名义担保，欠你们的钱如数奉还。各位请回吧。双儿，我们走。哎，
婉清，谭司令怎么这么对你啊？我也不知道，他这几天变得好冷漠，今天更是变本加厉。为了顾月霜的电影，当着这么多人冲我拍桌子。你先去忙吧，我自己一个人待一会儿。好，我先去忙，你也别太难过。小叔叔，你刚那么对穆小姐也太过分了吧？你就不怕她不理你啊？她最好别理我。立正，向后转，下车。那就祝我们合作愉快。Thanks all the same。下次见。谭四，我让你帮双儿还大华公司欠的钱，你还了吗？司令，这事儿就不劳咱操心了，有人比咱积极。谁比咱积极啊？苏红琛苏少帅啊，人早就把公司上的账面给清完了，而且啊还包场请人看了电影，为了捧双儿小姐，可是花了不少银子。这个苏少帅对我们家双儿还挺上心的。谭玄林把民团从穆家码头撤去了外滩码头，名义上是要和约瑟夫合伙做生意，实际上就是替革命党转移军火。好啊，外滩码头是洋人的地盘，洋人是断然不会为他包庇的。只要军火上岸，他就跑不了了。没想到如胶似漆的两个人，竟然这么快的反目成仇。谭玄林和顾月霜本来就是不清不楚的，有权有势的男人嘛，脚踏两只船也是常事。但是那个穆婉清不能让他置身事外，想办法要把他拉下水。我会让穆婉婷去办。好，我现在真是想看到抓到革命党之后，谭玄林的表情是什么？他自以为是，哪成想是请君入瓮。是。谭玄林怎么也不会想到，英国公司的货轮会在青岛补充燃料，而我们的人早已趁机上了船。这批军火就在我们的眼皮底下，他们什么时候靠岸，我们比他们还要清楚。明天中午，
只要革命党来码头接货，那就是人赃俱获。马上给徐伯钧发电报，告诉他万事俱备，直迁北风了。哎，哼，为何是北风啊？哈，孔明火烧赤壁借的是东风，而我们要借的是北风。按照当前的局势，只有让北京政府对谭玄林下手，才能让他一败涂地。你把拟好举报谭玄林通敌的电报发给北京政府。是。正可谓一夜北风紧，不出意外，明天就是谭玄林的死期。督军，电报。少帅，怎么了？这是今天的报纸。收拾一下，跟我去趟上海。还是督军料事如神啊！少帅看到穆婉清的消息，果然坐不住了。哎，我这个儿子，看上去沉稳，哼，骨子里却是个情种啊！啊，夫人走了这么多年，您不是也一直没有续弦？少帅这也是随您啊。是啊，一转眼，他母亲已经走了10几年了。好在少帅现在能够独当一面，夫人的在天之灵知道了，也会感到欣慰的。我就这么一个儿子，我机关算尽大半辈子，我都是为了他呀。这次谭玄林必死无疑，光要以他上海督办的身份，只要他人在上海，调查的时候裴勋就不可能绕过他。光耀只有参与调查，才能够顺理成章地去接任上海司令，拿回上海，我徐家才能够东山再起。司令，抓的那几个奸细嘴太严了，什么都问不出来。不过老夫早就盯着他们了，这是他们的行动轨迹。如果有窝点的话，就应该在这其中。他们去银行干什么？老夫派人查过了，他们在几天前都收到了一大笔钱，所以几乎同时，他们都去银行汇给了在日本的家人。停车！您不能进去。我来找你们司令。穆小姐，您真的不能进去。婉清小姐，怎么了？我来找你们司令。哦，我们司令不在，请回吧。今天你要么开枪打死我，要么就让我进去。哎，穆小姐，哎，穆小姐，哎，穆小姐，穆小姐，谭四，门口的卫兵都是摆设吗？懂不懂规矩啊？你不要怪他们，我自己进来的。我就想当面问问你，你为什么要撤掉民团？为什么连穆公馆的卫兵都要撤掉？滚出去！
军务上的事，你无权过问。无权过问。木公馆的卫兵你可以撤掉，但是民团是我华商总会的，保护码头天经地义。你敢不敢当面给我个理由？比起跟你们穆家，跟约瑟夫合作更划算。他把码头借给我运货，我让我的民团兄弟去保护外滩码头的安全，有错吗？我不信，你不是这种见利忘义的人。那是你不了解我。一个能在乱世混得如鱼得水的人，会是君子吗？如果我不这么见利忘义，早就被啃得连骨头渣儿都不剩了。玄莲，这里没有外人，你跟我不用演戏。你是不是有事瞒着我啊？你跟我说，我会保守秘密的。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我们两个之间发生的事情。但我真的想不明白，你到底是为了什么，好端端变成这样？你就当我是一个阴晴不定的混蛋吧。可你明明就不是啊！你告诉我一个理由好不好？真的快受不了了。我们之间发生了什么，我连原因都不知道。只是你不知道。我真的好累，我觉得我快坚持不下去了。那就别坚持了。你休想让我这么不明不白的放弃。好，既然想知道，那我就告诉你。你知道我爹怎么死的吗？10年前，我爹押送军火，途经江浦，被一伙人偷袭，全军覆没。他们用的是开花弹，杀伤力极强。这种子弹，各国的正规军都禁止使用。我爹在死的时候，胸口都被炸掉了大半。那伙人是谁？
10年前，你爸爸替徐伯钧押送物资也经过江浦，他雇佣了一队白俄的洋枪队，这帮人用的就是开花弹。雇佣的理由是战斗力高。我不信。你不信？不可能。不可能。你回家翻翻你家的相册，看看你爸和洋枪队的合影，而且我还找到了当年洋枪队的队员，就是他告诉我，是你爸杀了我爹。我最多做到不恨你。从今天起，我们井水不犯河水。小姐，你这是干什么？这张照片是在江浦照的。没错呀，这是10年前老爷押货路过江浦的时候照的。怎么，您跟谭司令对这张照片都感兴趣啊？大小姐，婉婷小姐，大小姐今天不方便，商会有什么事，明天再说吧。什么情况？这发生什么事了？下午从司令部回来，大小姐就急着看相册，可谁知看着看着就哭了起来，谁劝都没用。哎呀，大小姐，您倒是说句话呀！啊！副帅，没看见我们正在开会吗？出去。副帅，我没想打扰你们开会，但是关于谭玄龄通敌一事，我得到一些新的情报，想要给副帅做参考。这是我手抄的几份上海租界宪兵队的出勤记录表，里面有一次就接到举报，说谭玄龄私运违禁品，但最后的搜查结果却是正常的体育器材，可见这些举报并不见得是真的。徐伯钧下野后，上海由谭玄龄一个人控制，谭司令年纪轻轻就身居高职，难免会惹人眼红，举报和诬告也是常事。你的意思我明白，不过，佳佳，这份举报详细地列出了谭玄龄明天跟革命党接头的具体的时间和地点，还把运送军火的数量、型号标注得一清二楚。如果不查，万一属实，那就难以挽回喽。副帅打算如何去查呢？左参谋，在。
连夜启程去上海，并责成工部局董事费安顿一起协查此事，以示公允嘛。清者自清，如果谭玄龄确实没有通敌，就可以还他一个清白。是。你把出勤记录给裴督军看了吗？副帅看了。他怎么说？副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还准备派人去上海调查此事。不过他也答应了，如果真的是诬告，一定还谭司令清白。那就好。大帅有命，鉴于谭小姐与谭司令的关系，请谭小姐留在参谋部24小时，等调查结束后再离开。不必了吧？还请谭小姐配合。没事。少帅，你也请。我也要去吗？督军关心谭小姐，怕她无聊，特命令少帅陪伴。徐少帅，您找小姐啊？小姐呢？哎呀，小姐下午从谭司令那里回来以后，大哭了一场，然后就自己开车出去了。她也不让我们跟着呀。什么？谭玄龄真的把穆婉清当成仇人的女儿，穆婉清也当真了。下午看着照片，哭了好半天。只要他们各自为战，我们也有利于各个击破了。等明天中午，外滩码头的军火一到，谭玄龄的死期就难免了。约瑟夫这个洋人是不可能包庇他的。原来你让我挑拨他们的关系，是为了让谭玄龄去外滩码头交易军火，免得穆家码头为他遮掩。不过，穆家也休想逃离于世外。明天，我还会找一批违禁品，放到你们穆家码头的仓库。你要想办法找到仓库的钥匙。藏匿伪军的药品，也够他们有大罪受的。违禁品？那不会连累到我吧？放心，我们会做得天衣无缝。等扳倒了穆婉清，穆家的一切都是你的。好，包在我身上。另外，明天我会找人盯紧穆婉清，以免她失账。在商会，你也要帮我盯紧她的一举一动。如果她要离开商会，要立刻向我报告。明白。你看啊，这上海都是我的地盘。现在，我向你保证，只要有我在，你一定会平平安安的。您那日说的话都不算数了吗？各位，从今天开始，穆小姐就是我谭玄龄的人了。
哎，许督办，你不能进去。许督办，许督办，许督办，你不能进去。许督办。司令，许督办说要回自己的办公室拿东西，我也不好拦着。拦我做什么？做了亏心事，不敢见人吗？你先回去吧，我跟他单独聊聊。是。你和婉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啊！没想到，徐督办也会看这种八卦小报啊！我刚从穆家过来，从穆家得知，这些天你对婉清很是冷淡。婚礼的事，你都让她一个人操办，连礼服都不是。现在为了一个顾月霜，却闹出这么难看的丑闻，你对得起婉清？对得起穆家世伯在天之灵吗？徐光耀，我跟穆婉清的事，轮得着你插嘴吗？我是他哥哥，我不准有人欺负他。所以呢？啊，这么说，我得管你徐督办叫一声大舅哥了。你叫我什么不重要，我只是希望你能记得，你曾经说过的话。你说要为婉清挡住所有的黑暗，为她争取一丝光明，不敢死，不敢输，怕她难过。你说过你要给她幸福，你做到了吗？你言而无信。徐光耀，你有什么资格说我？啊？穆婉清这辈子最大的不幸就是跟你们徐家沾上关系，你自己不知道吗？我们徐家之前确实对不起婉清，只是以前吗？穆志远在火车站遇刺，谁干的？你自己心里不清楚吗？没有怀疑过吗？徐远在吗？好几天没见着了。我说过要守护他一辈子，我说到做到。哼，守护一辈子，当他哥哥对吗？你自己心里没有想过他吗？你现在不想他吗？我退出，不是因为我不爱他，而是我尊重他的选择。但如果他看错了人，选择了一个混蛋，我也绝不会就此罢休。管得着吗？就算我是个混蛋，我不要他，他也会死皮赖脸的跟着我，他也不可能跟你走。还有，从今天开始，你别再烦我了，知道吗？你给我听着，你要真的是个混蛋，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哎，小夏，来，走。来。婉清，这是这几个月码头的流水，你看一下。你先放着吧。你怎么了？我看你脸色好像不太好。没事儿，你先去忙吧，把门带一下。嗯。
东风。南北西风都见了，谭司令还敢打东风，就不怕别人招胡啊？这西风、南风、北风都在你们3个人手里，你们谁都胡不了，我怕什么？宫中，谭司令，你真是艺高人胆大呀！费总统，中文越来越地道了啊！八筒。哟，光耀兄牌不错嘛，这是想做清一色呀？谭司令牌也不错，现在了，还有时间猜别人的牌怎么样？麻将嘛，顺其自然。如果硬要做清一色，吃力不讨好啊。哎呀，我看大家都是胡的大牌呀。来脸。卡九，事情进展得很顺利，北督军派来的人把司令部都给封锁了。很好，只要军火一靠岸，谭玄林的死期就到了。穆婉清那边怎么样？我已经让穆婉婷把一批违禁的药品放进了穆家码头的仓库。看来我们只需等待最后的胜利了。哎呀，你们太弱了，我一把也没有胡。真没想到谭司令打牌打得这么好啊！我今天是要赚得盆满钵满了。哎，关耀兄，你怎么缺张牌啊？可能刚才洗牌的时候一不小心掉地上了。啊，不用找了，我呢去那个仓库拿一副就行了。哎，谭司令，这样不太好吧？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不如这样，这库房就在隔壁。既然光耀兄缺一张牌，那就让光耀兄陪我去挑一副，怎么样？行，我陪他去吧。你觉得呢？请吧。来吧，选一副你喜欢的麻将牌。你什么意思？你在做什么呀？我这么做是为了你的清白，只有切断你与外界的一切联系，别人才无话可说。我是个混蛋，用不着你管。我不管你与婉晴发生什么事，但现在你依然是她的未婚夫。你若出事，必然会连累她。这次举报你，是我父帅。你一旦露出破绽，他是不会放过你的。所以，我不能冒这个险。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在为你的父亲做帮凶？我是在救你。救我？你救我的方式就是让我坐以待毙。你知不知道，你父亲现在动用日本商会的力量置我于死地？你更不知道，10年前他是怎么在罗炳文手中胜出的，就是因为这个山下纯一。山下先生，日本人。回来了。哎，徐督办呢？啊，他说他下楼买包烟，让咱们等会儿呢。啊。看，小朋友。叔叔，你要什么烟？哈德曼2个。叔叔，您的烟。
不用找了，回去数吧。谢谢叔叔。这个许督办，眼眼可真大呀！哼！哎呀，在这儿呢，我都没看到。这不齐了，那这副牌啊就不用了。要不咱们先洗洗牌，等等他吧。这牌齐了，吵了半天，哼！大伙儿都累了吧？来。抽根烟提提神吧。刚才那个牌找到了。谁呀？我是来拿钱的。进来吧。小朋友，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啊？刚才在司令部有一长官买了我的烟，给了我一叠钱。我数钱的时候发现上面写着字。我的奖赏呢？啊，我问你啊，买你烟的那位长官长什么样子啊？高高大大的，很精神。那他为什么不自己来呢？不知道，不过今天司令部一上午都没人出入，买烟还是长官把我叫过去的呢。好，谢谢你啊。叔叔再见啊！再见。先生，我们是不是暴露了？谭司令说今日忌水，就是让我们别去码头。谭司令用这种方式给我们传达信息。说明他也被控制了。如果我不去，那批军火要是被查出来，我们就把谭司令给害了。可是我们现在过去就是自投罗网啊！非但转移不了军火，就连谭司令也难逃干系。哎。婉清，你要出去啊？我今天不知道怎么头疼的厉害，我去喝杯咖啡。好。谢谢。给我一杯咖啡。好，请稍等。谢谢。一通，哎，哈哈哈哈，糊了！怎么又是你糊了？
算了吧，我不打了。哎，先给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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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嗯，哎呀，让我算算，今天赢了多少啊？谭司令，这已经过了12点了，说不定啊，这革命党已经被抓起来了。好啊，抓得好，我倒要看看是哪个王八蛋，连累老子。这么久了，怎么还没回来？要不要去看看？得去看看，不然人丢了怎么办？哎，回来了。哎 ，OK， this way， 快快快！报告，货已经到了码头，暂时存放在6号仓库。举报者提供的信息说是有10多箱步枪子弹和8挺重机枪。呵，这装备2个团都绰绰有余啊！这革命党大手笔啊！但是革命党的人并没有出现，货还在仓库里，可是没有人接应。是。这革命党没有出现。哎，左雄，你别这么看着我呀！我一直在陪你们打牌，我连司令部的门我都没出过，你不会怀疑我吧？现在下结论还为时过早。谭司令，不如这样，我们去码头验验货，如果是军火，你亲眼所见，也不至于说我们动了手脚；如果不是军火，你放心，我们调查组一定会还你清白。好，就依你所言。好，请。来了啊！行，哎，快点，快点，快点！哎，来了。谭司令，请吧。左兄，这个仓库呢，是我跟费总统的朋友约瑟夫先生借的，但这里边有什么我也不知道。我就是做点小生意，但是接头人没来，你不会赖在我身上吧？谭司令，你租这个仓库是做生意还是运军火？这个我一点也不关心。但是今天如果在仓库里一旦发现了军火，那就说明这次举报绝非空穴来风了。那你谭司令的嫌疑，那可就撇不清了。哎，这哪儿跟哪儿？左参谋，即便查到了军火，就此断定是谭司令通敌，未免也有些武断了吧？对呀，有举报，有物证，这也不算冤枉谭司令吧？走吧。师傅，怎么办？如果查到了军火，他们带司令走，我们就抢人。报告长官，所有箱子里全都是碗筷。
去把那管事的叫过来。是。长官，有什么问题吗？6号仓库今天所有到的货是不是都在这里面？长官，这个是9号仓库，6号仓库在后面。这不是6号仓库吗？顶上挂着6的牌子。啊，这个不是6。肯定是那个粗心的工人挂反了牌子。难道是他？那6号仓库在哪儿？6号在那边，带我们去。好，跟我走。谭司令，别紧张，看看就知道了。请。走，跟上。走，快。好。Oh, this is 6, not 9.听我命令。报告长官，所有的箱子里面全部都是各种红酒和洋酒。哎，你看，这是1916年的洋酒，你不妨闻一闻吧。哎，你谭司令，你自己的仓库，你不知道错了吗？哎，左兄，我都跟你说过了，我就是个粗人，那在这做生意就是为了捞油水，除了钱一分不能少，其他的我一概不管。你问我，我真的不知道啊。这个时候错了，也未免太巧了吧？左兄，你看这该查的咱也都查了，那我呢也尽力配合，就别耽误大家时间了。是啊，也许是情报有误，一场误会罢了。对呀，哎，你说误会可不对，我看这就是诬陷，也不知道我挡了谁的财路，对我下这种狠手，别让老子逮到。今天虽然没有查到证据，但是仓库的事情事出蹊跷，不排除有人做手脚的可能。今天这个事情，我会一五一十的向北京汇报。这次调查至于后续怎么样，由督军定夺。谭司令，目前为止你仍然是嫌疑人，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来人！左参谋，这样就抓人，不太合适吧？徐督办，我这不是抓人，我是请谭司令回去协助我们调查。今天这个事情有疑点，那谭司令的清白就会有疑点，以后也会留下诟病，对谭司令也不是一件好事。清者自清，谭司令，如果你真是清白的，那我们调查的越仔细，就对你越有利。行，既然左兄这么谨慎，那我尽力配合就是。请吧。I can't believe it. How can they make a mistake like this, huh?
不可能，军火怎么会不翼而飞呀？调查组确实没有搜到这批军火，左参谋也觉得事有蹊跷。他将谭玄林暂时关押在了理查饭店，向北京方面征求处理意见。那穆婉清呢？我们的人一直跟着他，他在咖啡馆喝了咖啡就回家了，没有去其他地方。这就奇怪了，这批军火到底会去哪儿呢？是。督军，没查到。是，左参谋扣住了谭玄林，说要继续调查。不能人赃并获，我们已经输了先手，看来得做两手准备。督军的意思是？督军，喂，你好。喂，你好，是理查饭店吗？是。麻烦帮我转苏洪琛先生的房间。请稍等。不是说我请你吃饭的吗？你还要不要我答复了？你们是？我们是司令部的，谭司令让我们来接顾小姐过去一趟。顾小姐，小叔叔。报告，我去查过，今天外滩码头12点到1点之间，6号仓库只提过1次货，这是出货单，上面有提货人的签字。因为当时仓库号是乱的，所以签的是9号仓库。怎么是日文？你问过码头管事的没有？什么人提的？说是一个年轻男人。左兄，谭司令，事情水落石出之前，就麻烦你在这儿委屈几天。没事儿，这儿挺好的，比我办公室强多了。事情我们也了解了，谭司令是以做生意为由，向约瑟夫先生借了上海。哎，左兄，纠正你一下，不是以做生意为由，我就是做生意。行啊，不管谭司令想做什么生意，但是有些事情还是要说清楚的。好啊，左兄，你让我交代什么？这是今天外滩码头12点30分的一张出货单。我们查9号仓库的时候，6号仓库出了一批货。谭司令，你就不想知道出货人是谁吗？是谁呀？我认识吗？认识，关系匪浅。哦。关系匪浅，跟我关系匪浅的人，要么是朋友，要么就是敌人。我真的猜不出来，不然左兄说明白一点。谭司令既然猜不到，那就不猜了。等我们把所有事情调查清楚，一切就都知道了。好啊，左参谋，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了。OK， 那我们呢，不打扰你休息了，我们呢先走了，啊。
喂，喂，我是苏魂琛。刚才顾小姐是不是给我打电话了？刚才司令部的人来了，说谭司令请顾小姐过去一趟。谭玄灵，顾小姐，我们司令人现在还在调查组扣着呢，这时候找顾小姐干什么？那会不会是调查组传讯了顾小姐呀？不可能啊，这调查组传讯谁都会通知我们的。进去。顾小姐，好久不见。你是徐伯钧的副官。顾小姐，好记性啊。穆家舞会上远远看过你一眼，不过我们好像一向没有什么来往。徐副官带我来这里做什么？特地请顾小姐过来，只不过是帮个忙。我只是个演戏的，你们军务上的事我可一点都不懂。恕我爱莫能助。顾小姐，别拒人于千里之外啊！这个忙，还真只有你能帮得了。都下，都赶紧下，兄弟们啊，别磨磨唧唧了。大华公司的顾月霜小姐被绑架了。别抢！赶紧的，马上就给我找人！对，好，走，赶紧找人！不好意思，马上去关上。虽然出户单上不是他的名字，但是他会把军火藏在哪儿呢？如果藏在穆家码头，万一被查出来，没想到闹了个乌龙，仓库里竟然都是酒。仓库里的酒确实都是好酒。报告。下去吧。是。二位，看来我们要去穆家码头一趟了。去穆家码头？有人举报说穆家码头藏有违禁物品。什么？哼。左参谋，左参谋，左参谋，站住！左参谋呢？我找他有重要的事。刚接到举报，说穆家码头那里发现了新的线索，左参谋已经赶了过去，请谭司令稍安勿躁。左参谋说会提审您的。啊，他回来尽快告诉我，麻烦了。
如果是晚清更换了仓库的号码牌，他肯定是为了用错误的仓库暂时拖住调查组。这说明他很可能是在我们检查9号仓库的时候把军火转移的。如果这个举报人看到了晚清转移军火，就不会等到现在才举报。如果举报人在木家码头发现了军火，那以左参谋的脾气，他一定会带着我一起去，好让我当场认账。他不带我去，却又让手下告诉我这个消息，很可能他心里也没有底，所以他手里未必有证据。你自己的仓库，你不知道错了吗？他一定是想炸，一定是这样。他会没事的，没事的。穆小姐，长官，这么晚喊我过来，什么事啊？有人举报说你们穆家仓库里藏有违禁品，这儿我们都是租出去的，里面有什么货我也不知道。清楚不清楚？打开就知道了。这都是人家的货，我私自开仓也不好吧？怎么，穆小姐是心里有鬼，不敢让我们看吧？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一起去找约瑟夫借的码头，谭玄林到底把军火藏在哪儿了？我说了，我只是个演戏的，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军火。你们既然派人盯着我小叔叔，那这个问题应该问你们的人才对吧？你不用跟我兜圈子，你要再不说，小心我对你不客气。徐伯君已经下野了，上海现在是我小叔叔的地盘，你们敢动我一根手指头试试？看看最后吃亏的是谁？威胁我？我好怕呀！别以为你是女明星，我就不敢动。乖乖说出来，免得受这皮肉之苦。狗仗人势，连徐伯君都不是我小叔叔的对手，何况你们这几只狗腿？行啊，嘴够硬的。郝元相劝你不听，非要敬酒不吃吃罚酒。给我打！是。怎么样啊，女明星？刚才不是还挺嚣张的吗？啊！我告诉你，我想弄死你，就像弄死一只蚂蚁一样。识相点儿，说出军火下落，我就放你走。我说了，我什么都不知道。你就是弄死我，我也不知道。有没有见过他？没有啊。有没有见过他？没有。少帅，苏少帅，其余人有没有消息？苏少帅，上海这么大，咱们才搜了不到一半啊！你去跟排查的巡警说，让他们告诉老百姓，只要能找到顾月霜，上大洋1000，聚集所有人一起找。是，我这就去。这可全是西药啊！是啊，怎么都会是西药呢？这可是违禁物品啊！管事，这批货是谁的？大小姐，这2天民团撤了，
我们光是码头那边的事情都顾不过来，这实在没有人手再来管仓库这儿的事儿啊。那也就是说，这批货不知道是谁的，也没有登记，是吗？那现在查出来了，岂不是都赖我？穆小姐，看来这次举报属实，西药是违禁物品。如果你不能提供货主信息，那就麻烦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哦。大小姐，这里有张出库单。长官，你看这批货是从外滩码头上岸的，我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放进来的。看来，今天早上从外滩码头6号仓库运走的，正是这批西药。穆小姐，虽然这批货不是从你码头上的岸，但是你们仓库也有失职之嫌。你这么说可就有失偏颇了。货物检验是码头的事情，要说失职，也是外滩码头失职。你应该去找约瑟夫先生才对吧？哦，左参谋，既然已经查明今天运出的在外滩码头，这不是军火，而是这批西药，那当务之急应该找到这批西药的货主，按法律论处，而不是在这边追究穆小姐和约瑟夫的责任。说到底，他们也被蒙在鼓里，都是受害者。看来，也许正是他们声东击西，好试图掩盖自己的西药走私生意。日本人，这上面写的是大和商贸株式会社，好像是一家日本商贸公司。这些该死的日本人，把我们耍得团团转。这件事情，上报北京，把这个株式会社查处了，所有的日本人，全部交由领事馆遣送回国。刚才你都看清楚了吧？从现在开始，你的走路和举止必须和穆小姐一模一样。左参谋，这是什么意思？徐督办，小心驶得万年船。如果谭司令真的通敌了，我们让他以为我们抓了穆小姐，正是逼他露出马脚的好时机。现在既然已经知道这批货是日本人声东击西之计，既然与谭司令无关，那就应该立刻放人。如此无事生非、诬陷构陷之计，于理于法都不合适。徐督办，注意你的言辞，我这可不是构陷啊，是试探。如果谭司令真的是清白的，那他没有什么马脚可以露出来。可是，如果谭司令真的通敌了呢？你我这样草率断案的话，那可是要贻害无穷的。左参谋，我认为此事不妥。徐督办，从一开始举报谭玄林的就是你们越城督军府，按理说你们是要查清楚才对的，可是你百般阻挠，什么意思啊？难不成从一开始你举报就是假的？哎，试探一下也无妨，清者自清嘛。左参谋恪尽职守，确保万无一失。婉清，不可能，
他们真的查到了军火。